今天我们聊一个故事，一个关于王朝、权力，还有一点背叛味道的故事。我们讲的是一个曾经被称作为超人，能够点石成金的商业大佬，怎么就一步一步从权力的座上宾，变成了被排挤出局的局外人。故事的主角您肯定知道，就是香港首富李嘉诚。就在1个月以前，香港发生了一件大事儿。那这个事儿呢，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不起眼，但其实整个香港商界都震动了。在新一届香港特区政府那个最高级别的顾问团名单里面，有一个名字悄悄的不见了，李泽钜。李泽钜是谁呢？李嘉诚的大儿子，现在长和集团的老大。你要知道，在这个顾问团里面做的可都是香港最有权有势的精英。李泽钜的缺席，这说明什么？这等于是在公开宣布香港最牛的商业家族李嘉诚家族被正式的公开的请出了权力的核心圈子。这个其实就是一场长达40年的万亿政治豪赌的最终结局。您可以想想看，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01号合伙人，到被邓小平、江泽民当作是了座上宾，再到2015年那样一篇刷爆全网的别让李嘉诚跑了，再然后是2019年他那样一句特别有争议的黄台之瓜何堪再哉，一直到今天他儿子被踢出了核心智囊团，李家可以说是一路溃败，彻底出局了。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是李嘉诚做错了什么，还是说这个时代真的变了？今天艾森就带您一块儿把这份长达40年的政商恩怨好好的扒一扒，我们穿越4个时代，为您揭开这样一场万亿豪赌的底牌，看看李家这个王朝它的天命究竟是怎么样被弄丢的。想要搞明白李嘉诚他后来是怎么样凉凉的，我们要先穿越回去看一看他当初最风光的时候是什么样。那可是一个长达30多年的黄金时代。我们要穿越回到1978年，改革开放的大门刚刚推开一条门缝。那个时候的中国说实话是百废待兴，整个国家的外汇储备少得可怜，只有 1.67 亿美金。那就在所有人都还在犹豫观望的时候，李嘉诚这个从潮汕逃难到香港，靠卖塑料花起家的大老板，带着他的金钱跟眼光，成了第一批冲进内地的港商。他甚至被称作为001号合伙人。那为什么呢？因为他来投资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连正式的合资法都还没有出台。这个可不仅仅只是商业上的眼光独到，而是一次非常精准的政治投资。因为在李嘉诚看来，这个政治资本从来都不是什么商业成功之后顺带的好处，它不是商业成功的副产品，它本身就是一种需要主动去投资、去精心管理的核心资产。1986年有一张照片，当时轰动了整个华人世界。李嘉诚在中南海跟邓小平见面了，邓小平在接见的时候对他说，希望他能够为香港的平稳过渡和国家建设多做贡献。那这样一次见面，简直就是一次政治上的加冕典礼，一下子就奠定了李家在香港商界没有人能够撼动的带头大哥的地位。而到了1990年，邓小平又再一次单独见了他，特别是在这个关于香港前途这样一种非常关键的问题上，给了李嘉诚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邓小平当时是这样说的，希望你同接触到的有影响的人士取得共识，搞好香港的过渡。朋友们，我们可以想一下，这个话由当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亲口说出来，这个分量有多重？这个绝对不是随便客气的这个冠冕堂皇的客套话，这是一种清清楚楚的政治背书跟授权。说白了，就是要把李嘉诚当成是中央政府在香港
最信得过的、最能够依靠的关键人物。那这样一种信任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因为李嘉诚在关键时刻做出了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1989年那样一场政治风波之后，很多外资公司都吓跑了，他们对于中国的市场抱有怀疑的态度。可是李嘉诚呢，他反着来，他非但没有走，反而带着大笔的资金冲进内地，一下子就成了香港在内地的最大投资者。这个决定在当时看起来商业风险简直高到逆天，但从事后来看，或者说用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个简直是一次神级的战略投资。他非常敏锐地判断，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北京最需要的不仅仅只是金钱，他更需要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商界领袖来投下一张信任票。这样一次雪中送炭，为李嘉诚换来了后面20多年巨大的政治红利。到了江泽民时代，这种关系就更进一步更铁了。据说江主席每一次去香港，基本上都住在李嘉诚旗下的红磡海怡酒店，而且每一次都一定会安排跟李家父子一块儿吃早餐。您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已经不是一般的政商关系了，这是一种很深的个人互信跟政治的默契。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政治信号，告诉所有人到底是谁才是北京在香港最铁的哥们儿。有了这样一张能够直通最高层的通行证，李嘉诚在内地的生意那简直可以说是一路绿灯。最经典的一个案子就是北京的东方广场，那这个项目就坐落在首都的心脏地带，离天安门广场也就几步路而已。你可以想象一下，在那个年代能够在长安街1号这样一种政治心脏的位置搞一个80万平米的超级商业项目，如果没有最高层的点头跟信任，这个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说东方广场它不单只是一个商业地标，它更是李家跟内地高层关系最铁的一个公开证明，它是李嘉诚的实力跟地位的一座纪念碑。在那个黄金时代，李家的商业帝国不断的扩张，政治地位也稳如泰山。李嘉诚他自己也担任了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港事顾问这些非常重要的公职。所以在那个时刻呢，双方的关系可以说是一种完美的共生。北京需要李嘉诚的金钱、他的投资、技术和国际的名望来为改革开放站台，来稳住香港的人心。而李嘉诚呢，他也需要北京这样一把保护伞来帮他在内地市场拿到那些最稀缺、最宝贵的资源。他扮演的角色既是生意人，也同时是政治上的盟友。但是呢，就在他这个连自己都觉得固若金汤的政治堡垒之上，李嘉诚做出了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后来证明是他整个家族命运的转折点。他当时或许可能觉得，凭着自己几十年跟几代政治领导人积攒下来的这个深厚的交情跟巨大的贡献，他应该已经有足够多的本钱可以搞一次比较大的资产调整，而且不会有政治上的风险跟麻烦。但是他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是，这样一种依靠个人关系跟利益交换得来的天命其实是有保质期的。当新的时代到了以后，当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换了人，那这样一份天命恐怕也就到了要该被重新审视的时候呢。转折点出现在2013年，李嘉诚这个人其实他的嗅觉一向跟猎犬一样灵敏，他好像是闻到了一种不对的这种风向不对的味道，于是呢，他开始了一场震惊中外的资产塔罗仪。从广州的西城都会广场到上海的东方汇金中心，再到北京的盈科中心，就那么短短几年间，李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卖掉了在中国内地跟香港的大量资产，套现超过1000个亿。那这些钱都去哪儿了呢？欧洲，特别是英国，他疯狂的收购英国的这些电网呀、天然气呀、水务公司，搞得英国媒体都在惊呼，李嘉诚快要把半个英国
都买下来了。更绝的是2015年他宣布要搞一个世纪大重组，把他手下最重要的2家公司长江实业跟和记黄埔注册地点从香港直接搬迁到了108000里之外的开曼群岛。那这个动作说实话，如果你单纯从商业的逻辑来看，好像没有什么大毛病，因为当时中国的经济增速在放慢，房地产市场看着有点悬，黄金时代毕竟已经过去了嘛。而与此同时呢，香港本地的零售啊、电讯这些核心的业务增长也放缓，那竞争反而越来越激烈了。而反过头来我们看欧洲，当时刚刚经历过欧债危机，大把优质的公用事业跟基建项目价格啊都掉到了历史最低位，这个不就是抄底的绝佳商业机会吗？而且这些资产像比如说电力啊、天然气啊、供水啊，都能够带来特别稳定的可以预期的现金流。而这样一种类型的投资是完全符合李嘉诚晚年越来越求稳的投资风格。所以我们看到李嘉诚的动作，那叫一个快准狠，甚至可以说是冷酷无情。从2012年年底以后啊，和记黄埔在差不多10年的时间里面，几乎就没有在内地公开的土地市场上再拿过一块地皮。那在外人看来，所有的这些动作都带着一个非常强烈的没有办法去辩驳的象征意义。大家普遍都觉得李家这是要把自己商业帝国的根基从香港、从中国的主权管辖底下彻底拔出来，这个也就变成了李嘉诚要跑路的铁证。而这样一次资产的调整是一次算计非常精密的豪赌，他赌的就是把商业重心从经济高速增长但是风险也在变大的亚洲，尤其是中国，挪到经济增长虽然慢但是资产比较稳定、法治比较健全的欧洲。他做这个资产调整动作，他赌的是不会损害他和北京几十年以来建立起来的这样一层特殊的政治关系。经济上看起来这个算盘打得非常的响，但是李嘉诚好像算错了一笔账，政治账。这样一盘棋最要命的地方在于它落子的时间点，它这个脱亚入欧的大动作是从2013年开始的，而这个年份在中国的政治日历上意义非同寻常，它标志着习近平作为新一代最高领导人第一个任期的正式开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是一个新的领导层正在巩固权力，正在描绘中国梦的宏伟蓝图，正在要求各界精英，特别是商界领袖必须要表达信心跟忠诚的时代。所以你想想看，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底下，在这样的大气候底下，李家如此高调，这么大规模的往西边走，向外撤资，跟当时中国社会的这个主流的政治旋律形成了一个特别刺耳的反差。这个不合时宜的商业决定，在很多人看来，就是对于一个新时代、一个新领袖、一套新打法投下的一张非常显眼的不信任票。那这样一盘棋从他落子的那一刻起，其实已经偏离了纯商业的轨道，开进了充满未知风险的政治深水区。2015年9月，一篇叫做别让李嘉诚跑了的文章横空出世。那这篇文章的发表平台是新华社旗下的瞭望智库，这个并不是什么普通的自媒体文章，这个基本上就是一次带着官方背景的精心策划的公开喊话。文章说的特别直白，直接点出李嘉诚的财富是靠着他跟权力的紧密关系而得来的，是权力扶持的结果。文章的核心逻辑就是，既然你的成功离不开国家的支持，那么在国家需要你的时候，你就有道义上的责任，不能够想走就走。这篇文章说白了，就是北京在单方面重新定义政商关系的规矩。跟权力相关的财富所有权不是绝对的，它附带着你不能够甩掉的政治义务。那面对这样一场前所未有的舆论风暴，一向非常低调的李嘉诚这次非常罕见的发表了一篇长长的声明，说这个讨伐新闻的文章
文理扭曲，语调令人不寒而栗。不寒而栗这4个字真的非常深刻地暴露了双方的认知差距已经大到没边了。李嘉诚认为他的这个调整只是生意而已，但是北京非常明确地告诉他，这个关乎忠诚。李嘉诚认为资本没有国界，但是北京提醒他，资本家是有祖国的。这样一场豪赌的天平，从这一刻开始已经开始严重倾斜了。那如果说大规模撤资变卖资产只是关系上出现裂痕的话，那么2019年的香港就变成了双方关系彻底的引爆点。当北京划下了3条绝对不能够碰触的红线的时候，李嘉诚却做出了一个让他后悔一辈子的选择。其实在反送中风暴之前，政治的风向已经在悄悄地改变了。当李家决绝地把商业重心转向欧洲的时候，他们熟悉的并且赖以成功的那个政治经济的环境本身也在发生一场深刻的不可逆的地壳运动。以2012年作为分界线，北京的治国理念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一系列加强国家控制、促进社会公平、维护国家安全的新政策、新的说法都出台了。而这些原本一开始主要针对是内地的这些红线跟底线，在一国原则越来越强、两制越来越弱的背景底下，已经不可避免的跨越了深圳河，深刻地改变了香港的政治生态，并且最终让李家的这样一场西进的豪赌输得一败涂地。第一条跨越深圳河的红线就是住房问题。在之前的视频当中曾经分析了被地产霸权绑架的香港是如何挣扎，是如何最终不可避免地滑向了一个政治的风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样一句我们现在已经完全听烂了的口号，在2016年第一次提出来的时候，很快就成了内地经济政策的基石。当时主要在内地实行，香港看起来好像与这个政策不太有关联，但是2019年香港那样一场社会的动荡成了一个催化剂，它让香港的住房问题被北京提到了一个关系到香港治乱兴衰的政治新高度。这件事情的转折点呢，是2019年9月12号这一天，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重磅评论，标题就是解决住房问题，香港不能再等了。那这篇文章说的非常重，直接就说香港的居住问题与国际知名大都市是格格不入。更重要的是，他把矛头明确对准了香港的地产商，批评他们囤地居奇，赚尽最后一个铜板。而且文章还罕见的公开喊话香港特区政府应该动用这个权力极大的收回土地条例，把地产商手里闲置的这些地收回来盖公屋。那这个评论一发，就等于是政治上的最后通牒，它标志着北京对于香港房地产问题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那过去的话，其实中央对于香港内部经济事务不太干预，默认了那样一种高地价、高房价的模式。但从这一刻开始，北京明确表态，不再能够容忍这样一种牺牲老百姓幸福跟社会稳定的发展模式了。而这个对于像长河系这样绝大部分的财富都建立在土地跟房地产上的传统地产大佬来说，简直就是釜底抽薪。他们的核心商业模式一夜之间从过去的经济支柱变成了需要被校正的社会矛盾的根源。而第二条红线就是财富任务，也就是共同富裕。那如果说房住不炒是对于地产商商业模式的直接打击，那么共同富裕就是在思想层面对他们财富的合法性提出了最根本的质疑。2021年，共同富裕被正式提升为国家战略，这个标志着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代正在过去，而一个要求先富带动后富的新时代已经来临。那资本的无序扩张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跟打击。
而这样一个从内地来的政治的新思维，很快就在香港找到了共鸣。很多亲北京的这个媒体跟智库都相继发表文章，说共同富裕这一点也适用于香港。他认为香港的那些所谓的财阀必须为解决非常严重的贫富差距的问题出一份力。那这篇文章把香港很多深层次的矛盾，比如说住房难、阶层固化这些问题，直接跟少数地产大集团的垄断地位挂了钩，而且还非常强烈的暗示他们就是2019年社会动荡的深层次原因。有文章甚至直接说，那中央不容本地财团任性，不容他们发展成为财阀，要求他们在防止这些民生问题上必须多多回馈社会。我想对于李家来说，这样一种舆论风向的转变是极其危险的。他把一个商业家族的财富重新定义成了一种需要被审视、被解决的社会问题，甚至可能是社会矛盾。李家的财富跟现在备受批评的香港的房地产行业捆绑得太深，这个让他们现在在这样一种共同富裕的新的话语体系底下，处境变得特别的尴尬和被动，而且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们的立场还比较模糊。那作为对比的话，香港其他的地产商就用非常不含糊的行动做出了选择。比如说新世界发展，他们就宣布要捐出几百万平方尺的这个农地来盖公屋，直接响应了北京的号召。如此鲜明的对比，让李嘉诚的这种所谓的中立显得特别的刺眼跟孤立。那第三条也是最根本的一条红线是忠诚任务。2019年，香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政治风暴。在这样一场对所有香港精英的政治忠诚度的大考里面，很可惜李嘉诚他做出了一个致命的选择。8月份，在局势最紧张的时候，他在好几份报纸上登了整版的广告。他非常聪明登了2个版本，一个版本比较直白，写着是爱中国、爱香港、爱自己，他呼吁停止街头暴力。但是另外一个版本呢，就玩起了古典式的政治隐喻，上面只有8个字：黄台之瓜，何堪再栽。那黄台之瓜呢，是一个非常沉重的历史典故，出自于唐朝的太子李贤，他妈就是大名鼎鼎的武则天。太子李贤眼看着他妈为了权力逼死了自己的哥哥，心里特别害怕，就写了这样一首诗，把他自己跟兄弟们比作是黄台下的瓜，求他妈妈不要为了巩固权力，把瓜一个一个都摘光了，那最后只剩下光秃秃的藤蔓。李嘉诚想用这个典故，可以说是非常用心良苦的，想用一种非常含蓄的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方式，同时向两边喊话，向官方劝谏。他劝年轻人，也就是瓜不要再闹了，同时呢，他也劝当权者，也就是摘瓜的人，手下留情，不要赶尽杀绝，免得两败俱伤。那在过去的话，这样一种和稀泥的方式，各打50大板的做法，可能会被夸有政治智慧。但在2019年的香港，在一个强调大是大非，在一个要求所有的精英要表态，要求绝对忠诚的政治高压锅里面，任何模糊跟中立都已经不再是被允许的了。致命的一击很快就到来了。9月份，李嘉诚在一次活动里说，希望执政者能够对于未来的主人翁，也就是年轻人，网开一面。那网开一面这4个字彻底把北京给点炸了。几天之后，一个分量极重的机构下场了，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这个是共产党的刀把子。他的官方账号长安见发表了评论，直接点名批评李嘉诚。文章说的特别狠，质问他这是在纵容犯罪。文章而且还更进一步，把矛头直接对准了香港的根本矛盾高房价，反问他到底是谁应该给香港人网开一面。这个反问
不就等于是在公开指责李嘉诚就是造成香港动乱问题的根源之一吗？这是中共的核心权力机关第一次如此公开直接的批评李嘉诚个人，这个标志着批评的级别已经从媒体喊话上升到了国家强力部门的政治定性。其实从这一刻开始，李嘉诚已经输了，输得彻彻底底。他没有读懂新时代的政治密码，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没有中间地带，他以为靠着自己的名声跟历史上的贡献，可以扮演一个某种程度上超越政治的一个元老的角色。毕竟他跟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这些前几代的领导人都有非同寻常的政治关系，但很可惜，他下的这个赌注在长安舰出鞘的那一刻就已经血本无归了。好了，我们接着往下聊，故事最精彩的部分来了。政治上落败以后，很快李嘉诚就在商业上遭到了报应。李嘉诚精心设计的全球化商业帝国，本来呢是想当成是避风港的诺亚方舟，但结果呢，反而成了把自己困在地缘政治风暴中心的牢笼。而这个故事的舞台，我们就得挪到巴拿马运河。你想想看，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李嘉诚旗下的和记黄埔就已经拿下了巴拿马运河两头最重要的港口，分别是巴尔博亚港跟克里斯托瓦尔港。他拿下了这两个港口的长期经营权，而在那个全球化一路狂奔的年代，这个绝对是一笔好到不能够再好的生意。但是20多年过去了，整个世界变天了，中美关系从合作变成了全面竞争甚至对抗。而这样一个卡在全球贸易咽喉上的港口，在美国人眼里就从一个纯粹的商业项目变成了一个地缘政治上的重大安全隐患，变成了一个不拔掉就睡不着觉的心腹大患。华盛顿那边的政治压力就像山一样压过来，发誓要重新夺回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那这样一来，李氏家族就掉进了一个死胡同，怎么样走都是错。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他继续拿着这个港口，那美国那边肯定会天天找他麻烦，搞不好还要找各种借口来制裁你，危及到李氏家族已经在西方布局的所有的各种资产。但如果他选择卖掉的话，尤其是在美国的压力底下卖给美国财团，那么在北京看来，你这就是在背叛国家战略利益，是在向美国磕头，是坐实了自己不忠诚的罪名。所以结果呢，到2025年，有媒体报道说，长和集团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已经在原则上同意把港口资产卖给一个由美国资本巨头贝莱德牵头的财团。那消息一传出来，北京这边立刻就炸了，官方媒体跟各种渠道火力全开，猛烈抨击这笔交易是没有腰骨的跪舔，是漠视国家利益。而且据说中国的反垄断调查机构已经开始审查，国企也被打了招呼，暂停所有跟长和的新合作。所以你看，这样一套组合拳招招都打在要害上了。那所以说，巴拿马运河这个事儿彻彻底底的说明，李嘉诚精心谋划多年的全球化避险的策略，最终被证明是失败了。他想要通过把资产分散到世界各地来逃离政治，但结果发现他自己反而被卷进了一个更大范围的政治漩涡里面。在全球化退潮、中美两极竞争越来越加剧的年代，他想让资本没有国界，但是他忘记了资本家自己虽然拿着其他国家的护照，但你其实还是有国籍，还是有政治身份的。所以对于一个带着浓厚的深刻的中国烙印的商业帝国来说，不管你把公司注册在开曼群岛，还是把资产铺满全世界，你始终逃避不了你的华人身份，你也躲不开地缘政治的审视。你既有可能被西方世界当作是中国的代理人来处处提防你也可能被中国当成是有二心的逃兵。
来审判你，来批判你。这样一个原本可以在中西方之间两头通吃玩得风生水起的时代，已经彻底过去，一去不复返了。而这样一场风暴的最终结局，也就是我们开头说到的那一幕，7月份李泽钜被正式移出了香港特首的顾问团，而这一脚不是被踢出了一间普通的会议室那么简单，而是被彻底踢出了一个时代。我想李氏家族在香港的影响力已经终结了，但并不是说权力出现了真空。这就好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另外一面是香港特区政府在中央的明确指导底下，正在积极的、系统的扶持跟培养一个全新的商界精英的阶层。这帮新上来的人，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呢？我给您总结一下，他们干的行业，比如说人工智能啊、生物科技啊、高端制造，都是跟中国的国家战略保持高度一致。他们的成功靠的是技术创新，而不是囤地垄断。他们的利益是跟香港融入国家发展的未来深度捆绑在一块儿的。我们再回到2025年的那个顾问团名单，李泽钜的名字虽然没有了，但换上来的是几张充满了科技感的新面孔。一位是韩必成博士，他是强老科技的创始人。那这家公司是搞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的，是第一个入选哈佛大学创新实验室的中国团队。他们代表的是北京跟香港都特别想要吸引的那样一种海归高科技人才。另外一位新面孔叫王欣欣，他是宇树科技的创始人。这家公司是搞高性能视足机器人，也是以机器狗出名的，是中国本土技术创新的一个典型代表。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新上来的顾问跟李家这样一种传统的地产大亨简直是两个世界的人。他们的财富跟影响力靠的是知识产权跟技术壁垒，而不是土地跟特许经营权。他们的事业天生就需要跟大湾区来自于整个内地的产业链深度合作，这个就让他们成了北京眼里更理想更靠谱的合作伙伴。那这个转变到底是怎么样发生的呢？其实背后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机构在推动，就是行政长官政策组。那这个机构直接对特首负责，它的核心任务之一说白了就是要确保香港的长期发展战略能够紧密的跟国家的发展大局对齐。特别是在科技创新这一块，这个机构的存在保证了香港的政策能够更快更准的反映中央的意图，从而系统性的推动权力从旧精英向新精英的过渡。所以讲到这个地方，您现在应该明白了，这个顾问团它不是一些什么挂名的荣誉职位，它是一个高层级的咨询组织，主席是特首亲自来担当，成员都是香港各个领域的顶尖人物。所以可以说，这个就是香港权力核心圈的终极俱乐部。因此能不能进得去这个俱乐部，就是看你这个家族在香港还有没有影响力的一个关键指标，这是一个晴雨表。2年前，也就是2023年第一届顾问团成立的时候，李泽钜的名字还在上面。当时外面的人的解读就是，看来李家的政治影响力在新一届政府这儿好像还保住了。但是这才刚刚过了2年，他的名字就这么悄悄的没了。那这样一种变化，既是李嘉诚在巴拿马运河这件事情做出出售决策的直接后果，也等于北京在说李家你们既然不知好歹也跟不上时代，那就必须要退出历史的舞台了。那回顾李家这40年的起起落落，我们看到了什么呢？住房、财富与忠诚这3个任务它不是孤立的，它们是一环扣一环，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政治压力场。住房任务直接攻击了李家财富的根基，财富任务从道义上瓦解了他们财富的合法性，而忠诚任务则把李家曾经引以为傲的全球化的布局重新定义成了政治上不可靠的证据。所以李家的故事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业失败的案例，这是一场天命的更替。李嘉诚信奉跟依赖的那样一整套世界的秩序跟游戏的规则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他曾经赌的是什么？他赌经济上的重要性能换来政治上的安全跟自主性，他赌的是全球化的布局能够对冲掉某个国家的政治风险。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他都赌对了，赌赢了。但是当中国进入一个强调国家安全跟政治忠诚压倒一切的新时代，当全球化本身都成了中美两个超级大国地缘政治角力的战场，那李嘉诚的赌注就注定要失败。他想当一个世界的商人，但新的时代要求他，你首先必须是一个要服务国家利益的中国的商人。李嘉诚的故事其实给所有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发展的商业力量，不管是本土的巨头还是跨国的公司，都结结实实的上了一堂价值万亿的课程。这是一堂代价很高但是无比清晰的未来的生存指南，而这样一份指南的核心规则只有3条。那第一条是绝对的政治忠诚，在国家主权跟安全这样一种核心问题上，没有模棱两可，没有中间地带，公开的、明确的、无条件的支持北京的立场，这是拿到信任的最低门槛。其二是高度的战略协同，你的生意必须要跟中国的国家战略规划保持一致。国家要搞高科技，你就不能够只想着炒地皮；国家要搞共同富裕，你就不能够在没有节制的赚取超额利润。第3点，政治要优先于利润。当你的商业利益跟国家定义的政治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后者有不容置疑的优先权。那在商言商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一去不复返了。李嘉诚以前不是总说他的商业哲学是不赚进最后一个铜板吗？这个其实说明他非常懂得敬畏风险。他之所以会转移资产，其实也是一个睿智的老人想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为子孙后代的财富消除掉中国这个可能存在的巨大的不确定性的政治风险。但是聪明如李超人，他精明了一辈子，可能也真的没有算到中美实力对比的此消彼长会变化的如此剧烈，会这么快就迎来一个如此强大的政治周期。而这个周期不仅要决定谁能够赚到钱，他还要定义钱应该怎么赚，以及赚来的钱最终到底应该属于谁，怎么花。李氏王朝的故事已经落幕了，但他所揭示的新世界的游戏规则才刚刚开始。好了，今天李嘉诚的故事就讲到这个地方。对于李氏家族的命运，您有什么看法？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如果您喜欢这期节目，请不要吝啬点赞分享，也不要忘了订阅爱生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您的支持是我们继续更新的最大动力。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